盘点封建时期10个最出众的君主，武则天只能勉强入围，秦始皇都不得不屈居第2。这10个人到底有何治国的能力呢？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他们究竟都有谁。第10名，宋仁宗赵祯。宋朝是一个开放的朝代，根源在于太祖赵匡胤的包容。赵祯当上皇帝后，把这一优点发扬光大。他坚持仁德和宽宏，可谓是一代人主。这个时期的百姓安居乐业，享受着难得的平和。赵祯严于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在政治上虚心纳谏，主张变法改善现状。他的治国模式至今被经济学家研究。毕竟在那个时代，仁政呢是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，赵祯就做到了这一点，把宋朝带入庆历之治。国家相对安定，经济繁荣发展，文化得到传承，他被史学家称为守成贤主。赵祯去世的时候，百姓为他痛哭不已，连辽朝皇帝也为他建立衣冠冢，以此寄托哀思。第9名，女皇武则天。武则天出生在官宦世家，自幼长得是美丽动人。14岁时被唐太宗选入宫，太宗病重时，他和太子李治培养出感情。太宗去世后呢，就成了李治的妃子。当时李治体弱多病，武则天设计除去情敌，想要登上皇后之位。尽管这件事充满了曲折，最终他还是得偿所愿，还借机赶走门阀，打击了关陇集团，加强君主集权。后来呢，武则天开始摄政，史称2圣临朝。唐高宗病重逝世后，起初武则天以太后身份干政，后来连着废除2任帝王，自己登基为帝，改国号为周，当上中国史上唯一的女皇。武则天在位期间，打击门阀，广开科举，整顿吏治，提拔人才，重视农业发展，社会一派安宁。武则天统治的15年，上接贞观之治，下启开元盛世，为后来的唐朝盛世打下基础。后世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他确实是一位出色的皇帝。第8位，清圣祖玄烨。康熙自幼聪颖，孩童时期继承皇位，接手一个并不稳定的江山，危机来自4面8方。在朝堂上，面对辅政大臣的压制，康熙选择隐忍不发，14岁开始亲政。16岁时亲手拔除权臣，开始独掌大权。后来康熙平定三藩，收复台湾，安抚蒙古，驱逐沙俄，北征漠北，维护了清朝的统治。康熙毫无疑问是位优秀的政治家，他不断强化皇权，妥善处理民族间的关系，推动清朝社会的发展，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局面。康熙还是现代的明星帝王，关于他的创作屡见不鲜。他曾经是个小乞丐，从底层一步步爬上皇位，建立一个大一统国家，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。第7名，明太祖朱元璋。朱元璋出身贫苦，曾经放过牛，当过乞丐和尚，他能够体会到底层人民的苦难。正是这样的朱元璋毅然起兵造反，一路从南打到北，把蒙古人赶出中原，彻底覆灭元朝的统治，建立全新的明朝。朱元璋在位期间，强化中央集权，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，严惩贪官污吏，减免民间赋税，恢复社会生产和发展，让明朝逐渐变得强大。朱元璋是最成功的典范，功绩呢远超历代农民起义的开国皇帝，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。第6名，汉文帝刘恒。刘恒是西汉第3位皇帝，他全靠捡漏登上皇位，在位23年，减轻徭役，减免租税，实行安民的政策，曾在12年未收田赋，甚至亲自下田耕作。这些行为刺激了百姓的生产积极性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。对外，刘恒安抚南越和匈奴，注重加强边防抵抗，及时击退匈奴的进攻，巩固了西汉的统治。同时呢，刘恒为人勤俭节约，经常以身作则，穿戴平常的衣物，陵墓的陪葬品都是瓦器，而不用金银制品。种种的政策之下，
刘恒开创了文景之治，让大汉从国家初定走向繁荣。第5名，成吉思汗。严格的说呢，成吉思汗并不算中国的皇帝，但他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做出贡献。成吉思汗出生于蒙古乞颜部落，年幼时失去首领父亲，被迫和母亲弟弟流浪，过得十分艰苦。正是这种困苦的生活锻炼了成吉思汗的意志，让他迅速成长起来，统一蒙古帝国，再由亚洲走向世界。他和后代子孙征战数年，发动过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，从中国到欧洲，先后灭亡近40多个国家，征服720多个民族。蒙古骑兵的铁蹄踏遍欧亚大陆，打出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，堪称冷兵器时代战争的巅峰。在战场上，成吉思汗异常凶猛，遇到敌军勇往直前，极大地发挥了自己的军事天赋。他的战绩也十分完美，兵锋所向之处，无数西方国家的军队败下阵来，战火一度蔓延到俄罗斯等地。在欧亚大陆上，无人不臣服于成吉思汗的铁骑，他就是一代天骄。虽然后世学者对他的评价不一，但都不得不承认，他就是世界之王，对世界造成了千年的影响。他统一南北，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，他就是隋文帝杨坚。第4名，隋文帝杨坚。杨坚的出现无疑挽救了分裂的国家。大汉帝国崩溃之后，中原陷入了分崩离析，一直没有统一的朝代，动乱持续100年。而杨坚取代北周建立的隋朝，让中国重新走向统一，从此远离被摧毁的危险。他在位期间，灭陈一统南北，妥当地处理民族矛盾，被少数民族视作圣人可汗。虽然隋朝只存在了37年，对后世的影响却很大。杨坚制定的国家体制后来被唐朝继承发扬，他把分散的华夏凝聚起来。相比同一时期的欧洲，自从罗马帝国崩溃，欧洲就落入分裂的深渊，再也没有得到统一。古代罗马文明随之灭亡，杨坚为华夏文明延续做出贡献，西方史学家都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帝王。第3位，汉武帝刘彻。刘彻是西汉第7位皇帝，在位长达54年时间，开创新制，推崇儒家，以德立国，以法治国，北击匈奴，南征百越。他是一位有思想和绝对权力的帝王，成为后世历代君王的榜样。刘彻给予华夏民族自信和归属感，思想和文化融入了民族的血液，他的国号成为民族永远的名字。第2名，秦始皇嬴政。秦始皇接过6世的基业，并将它发扬光大。他13岁登基为秦王，花费10年统一6国，建立史上第1个多民族的国家。秦始皇首先采用皇帝的称呼，废除分封制，实行郡县制，规定书同文，车同轨，统一货币和度量衡，修建长城抵抗匈奴，实现了华夏民族的大一统。秦始皇建立的秦朝使中国进入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制时代。尽管秦朝宛如昙花一现，但封建帝制被代代相传，延续整整2000多年，对中国历史造成千年的影响。他宣传的天下观念从此深入华夏人民心中，一个强盛的民族得以壮大。即使时光飞逝，一切都已物是人非，屹立的长城依旧绵延，向世界展示他的基业功在千秋。第1名，唐太宗李世民。李世民是唐朝的第2位皇帝，开创了贞观盛世，经济、文化、政治都得到了极大发展，创造出一个辉煌的国度，使唐朝拥有强盛的国力。一时间，万国来朝，享受崇高的国际地位，赢得外族空前绝后的尊重。李世民就是中国史上最伟大的帝王。